景平元年冬，先帝崩，地经落了7天雪，盖住了寝殿里的血腥气，盖不住翻覆的朝局。祖宗旧制，后宫不得干政，皇姐安居后宫即可，朝堂之事不劳费心。先帝留有口谕，京畿卫戍由本宫协理，你这般插手军政，就不怕先帝在天之的动怒？你不妨试试，能不能调得动殿外的禁军？永安侯府暗附前太子余党，敕谕令长兵在外终是心腹大患，该如何处置？借楚家入局，令他双手奉上。臣女该死，臣女不是故意的，臣女失手。天爷呀，这可是先帝留下的御赐之宝！楚大人是父皇钦点的探花郎，又是我那妹妹的未来夫君。你妹妹打碎了御赐之物，依大齐律，该怎么处置啊？来人，将楚莹押回本宫的公主府。香芝哥哥救我！香芝哥哥！舍妹无知，冲撞了殿下，臣求殿下开恩，放舍妹一条生路。放了楚莹，好啊，本宫答应你。不过楚莹的罪免了，楚大人，那你呢？殿下深更半夜，楚大人私闯本宫的闺房，这以下犯上窥探皇室名节的死罪，按大齐律，足够让你永安侯府株连3族了。臣不敢，一切皆因臣而起，求殿下莫要牵连侯府。楚大人，本宫想要什么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臣乃朝廷命官，被殿下戏耍的伶人。伶人，楚行之，你现在连跟本宫谈资格的余地都没有。脱！儿臣今夜前来，是恭请父皇退位。孽种，果然是孽种！你们和那个爬上龙榻的贱婢一样，骨子里都藏着狼子野心。狼子野心，父皇若真觉得我和景平是孽种，当初又何必让景平活着，又何必给我赐名？景平、安平，多好的名字，听着像是恩典，像是盼着天下太平，盼着山河安稳。可这些年，父皇给我和景平的，从来都不是安平，是冷眼，是轻便，是稍有差错便落下来的鞭子和责骂。父皇既厌弃我们到这一步，如今又何必摆出这副被辜负的样子？放肆！朕当年就该……父皇当年确实不该心软。安平，记住2件事：第一，夺回本该属于宋家的敕谕令；第二，去定州。女儿记下了。莫非？死有余辜。若不是他趁乱下手，先皇后怎会死？所以这些年，父皇就把这笔账算在了我和皇姐头上。每逢先皇后忌辰，我和景平便要披粗马，赤足踏雪，一步一叩首，磕遍整座皇城。父皇说，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赎罪。那是你们该受的，2个孽种也配以此见种！陛下，我只要3样东西：敕谕令、1个人，还有定州，缺一不可。皇姐，敕谕令在朝阳手里。朝阳，我们嫡亲的皇妹，先帝捧在手心里长大的明珠。可现在呢？前太子景弥失踪了，先帝也走了，他拿什么护住这些东西？
成王败寇。陛下，放心，1个月后，本宫自会让他心甘情愿的把赤羽令奉上。先帝驾崩！三皇子景平功成天命，请新帝即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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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，楚小姐打碎了先帝衣物。长公主殿下，臣女不是故意的，臣女失手了，求殿下开恩。失手，来人，押回公主府。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！鱼儿该咬钩了。殿下，楚莹已经押进府里了。只是永安侯府那边，怕是很快就要来人了。自然会来。可永安侯府到底是侯府，楚行之又是朝阳公主的未婚夫。先帝普登大宝，朝局翻覆，永安侯府与前太子旧事牵缠太深，早已风雨飘摇。纵使楚行之是朝阳的未婚夫，要救楚莹，他也只能亲自来求本宫。安平，你凭什么扣下楚莹？不过是一件死物，你也值得这样兴师动众？这一巴掌，本宫等了很多年。你敢打我？朝阳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冷宫里，你问过本宫配不配？你不记得，本宫可记得清清楚楚。呀，这不是安平公主吗？什么公主？不过就是个冷宫里养着的贱种。你说，你若是也学学你母妃，说不定还能换个活路。滚开！还敢摆公主架子？你母妃都是个爬床上位的贱婢，你装什么清高？住手！楚公子，奴才们只是同安平公主开个玩笑。滚！安平，你母妃欠我母后的命，你这辈子都得跪着还！别用你那双眼行之哥哥，你不配。朝阳，那么今日，你且看我配不配？殿下，舍妹她不懂事，求您开恩。想要本宫放人，可以。楚大人，你是聪明人，想要救人，得拿东西来换。殿下想要什么？托。安平，臣乃大齐探花，朝廷命官，臣不是殿下府中豢养的伶人。朝廷命官、探花，若真管用，你又何至于跪在此处？或者，本宫现在就送楚莹去给先帝赔罪。楚大人，廉耻二字在活命面前，原也是不值当的。看来
他也记起了旧事。磕吧，磕的老奴高兴了。这炭火你便拿去。堂堂大齐公主，竟如此不知廉耻！楚行之，你看，当命运的刀平等的戳向每个人的时候，没有谁比谁更高贵。来，服侍本宫，本宫满意了，你才能带楚莹走走。第一日，楚大人连端个茶，手都抖得要把茶盏摔了，怎么如今倒服侍的这般稳当，那般熟练了，倒是一声不吭了。3日已到，殿下，臣可以带走楚莹了吗？带他走吧。安平，你对行之做了什么？他怎么会从你府里出来？皇妹，孤男寡女在这府里独处了整整3日，你觉得能发生什么呢？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放开我！你放开！朝阳，你曾说过，别人用过的东西，你不要。那别人用过的驸马，你还要吗？朝阳，你嫌楚行之脏，可你更见不得本宫手里有你没有的东西。皇姐，生辰快乐！你亲手刻的，真好看。这木马瞧着有趣，本宫想要，给我。我不肯，这是景嫔赠我的生辰礼，岂可拱手让人？给本宫夺过来！别人用过的东西，我不要。雕来雕去都是这一个花样，真叫人烦腻。拿去烧了吧。殿下，如你所料，朝阳公主从咱们府里出去后，直接顶着风雪进宫了。她去求新帝了。是，朝阳公主揣着先帝御赐的敕谕令，跪在殿外，任凭宫人们怎么劝，她就是不肯起来。知而强取才是她的性子。这股偏执的风劲，倒与本宫如出一辙，不然怎称得上是亲姐妹？朝阳公主，这天寒地冻的，您已经跪了整整1夜了。新帝刚刚登基，国事繁忙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不见皇兄，本宫绝不离去。陛下，朝阳公主在外面跪了1夜，天明时撑不住晕过去了。这是您要你的诏书，搬下去吧。是朝阳公主与楚行之限1月内成婚。特赐朝阳公主与楚行之限1月内成婚，钦此。行之哥哥，皇兄终究还是疼本宫的，这大齐的天下该是谁的，终究还得是谁的。臣谢主隆恩。永安侯世子，且慢谢恩，陛下还有一道旨意。大齐旧令，驸马不得入仕，不得参政。今新帝建作，当遵祖制，特削去楚行之、永安侯世子之位，免去翰林院一切职务。即日起退朝离世，闭门备婚。钦此。这世子之位、仕途都没了。这不可能！父皇在世时明明说过，行之哥哥经才节在，哪怕上了本宫，世子之位的前途也绝不会动摇。皇兄怎么能？朝阳公主，先帝是先帝，如今龙椅上坐着的是当今圣上。新帝重修祖制，这也是为了大齐的纲纪。
启禀长公主殿下，陛下遣奴才连夜送来此物。时隔多年，母妃的遗命第一桩终于是成了。景平啊景平，你果然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。用一道赐婚诏书和旧朝法例，不仅削了楚行之的傲骨，断了永安侯府的爪牙，还顺理成章的让朝阳心甘情愿的把这块保命符交了出来。第一样东西既已到手，接下来便轮到第二样了。皇姐，世间诸物自有归处，该是谁的，终究还得是谁的。这是什么？天庄之礼。朝阳，旧物纵然修好，也只能算个残次品。东西是，人也是。残次品又如何？本宫倒觉得这总好过皇姐。皇姐如今金尊玉贵，怎么什么脏的臭的都能入得了你的眼？连那些卑贱之人也能做你的入目之宾？果然，当年在冷宫，那些太监侍卫无端百般欺辱折磨，若非朝阳点头，在这宫里谁敢那般放肆？皇妹既然这么关心，那接下来本宫便也让你好好尝尝这卑贱之人的滋味。驸马爷，听到了吗？城里的钟响了，朝阳此刻正牵着一个你的替身在拜天地呢。安平，你这个疯子！承认吧，楚行之，你的心守着你的圣贤书，守着你的朝阳，可你的身体，他借的我。敕与令，本宫要。你楚行之，本宫也绝对不会放过。这一出李代头章，应是永安侯府彻底弃了你。启禀殿下，这是楚世子第3次逃跑了。谢安，夺马。是。折其一腿。殿下，楚世子如今逃脱不得，已经绝食整整2日了。他这是要以死明志。宁折不弯，倒也有趣。宁绝不弯。楚行之，若当年本宫与景平在冷宫里也这般宁折不弯，早被人挫骨扬灰，连名字都不剩了。本宫带你去定州，所图的可不止你这一张皮相。永安侯府养你20年，翰林院又磨你数载。若论为官之道，文臣心术，你早已炉火纯青，将这样的宝刃束之高阁，未免暴殄天物。不过，要让你心甘情愿做本宫的刀，就得先折了你这副傲骨。楚行之，你若肯进食，等腿伤养好，本宫便放你走。走吧，楚行之，回你的京城去，回你的朝阳身边去。楚行之，等你回到京城，那里还会有你的位置吗？他回京那条路是我给他铺的，
不长，却步步藏刺，寸寸见血。他从前是探花，是世子，是人群里最干净的一抹血。如今行到何处都像条丧家犬，被打、被辱、被驱赶，世道如斯，最是寻常。我只给那条路留了一线生门，让他能活着回京，其余的体面一寸也不留。朝阳公主车驾过街，闲杂人等速速闪开！不要命的狗东西，滚开！哪来的疯乞丐？滚！莫污了公主车驾！你。随我去定州，可好？聪慧如你楚行之怎会不知道，逼你至此断你生路的正是我。可如今你仕途尽断，宗族不认，连爱人都已背弃，这帝都再无你立足之处，世上肯要你的只剩本宫一人。安平，让我走。殿下，楚世子到底是戴罪之身，您既带他来了定州，怎么不关进回后宅，反而抓他前院？这不合规矩。后宅是养雀的，永安侯府养了他20年，翰林院又磨了他数载，为官之道，文臣心术，他早已炉火纯青。本宫要的是一把能在定州开刃杀人的刀，关在后宅，本宫嫌暴殄天物。楚先生，这是殿下特意命奴才给您送来的。里面是定州豪强的名册、屯田的账簿，还有严隐的旧案和军需的亏空。殿下说了，这定州的烂账攒了多年，如今也只有您能理得清了。楚行之，本宫需要你，定州的百姓也需要你。这本定州私盐案与屯田亏空的账册，臣能理清。给臣3日，臣会撕开定州官场的口子，让那些豪强把吞下去的民脂民根一分不少的吐出来。那本宫便静候楚先生佳音。王大人，你以为把亏空记在军需账上，便查不出来了？你府后密室里的银两，够朝你楚氏满门了。你听说了吗？城东的刘家昨夜被查抄了，连根拔起，一个都没放过。这长公主殿下来了才多久，怎么手段如此厉害啊？听闻啊，并非长公主亲自出的手，而是府里住着一位年轻的幕僚。那人多智近妖，定州官场那些老狐狸一见他便跟见鬼了似的。那人叫什么？定州上下如今都尊称他一声楚先生。殿下，定州私盐旧案已结，追回税银40万两，这是名册，请殿下过目。楚先生做得极好，
退下歇息吧。殿下，今夜便只有这些公事吗？定州初定，楚先生乃长公主府的东谷之臣，深夜孤男寡女，若无要事，先生还是避嫌的好。臣告退。刀若只会杀人，便不算良人。良人当锋利，亦当实主。楚行之，本宫在等，等你自己跪着爬过来，跟本宫认主。卑职叩准长公主殿下。抬起头来，年纪轻轻，身手倒是不错。定州风沙大，难为你还生了张这般干净的脸。殿下密赞，赏你的。定生死效忠殿下。楚先生有急事？那个武官，他懂什么？他懂如何让殿下高兴吗？楚行之，这一年，本宫给足了你体面，做一个人人敬重的楚先生，不好吗？不够，臣不想只做先生，臣想做殿下的人。安平，你再疼疼我。至此，本宫的刀终是磨成了。文刀既成，这定州本宫可治。楚先生，今夜怎么穿了这身紫衣？殿下前日说臣穿紫色极好看。人这种东西骨子里透着贪婪，一旦真的把神拽下了神坛，便会发现神也不过如此。他竟也学会了讨好。本宫爱看竹枝俯首低到尘里，可本宫终究不能一生只看竹枝。殿下，定州文官势力如今已尽数归心，楚先生把政务理得井井有条，您何故如此烦躁？闷！这府里的檀香与墨香，本宫闻够了。偌大的一个定州，本宫要的从来不只是一把文臣的刀，1000赤羽卫，500府兵，根本不成气候。殿下是说，文官虽已归心，可没有兵权，终究就是空中楼阁。本宫心里微躁，几乎要坐不住了。放肆！竟敢冲撞殿下！来人，给我拉下去！陆爷见过长公主殿下。退下。就是他，另一把刀出鞘了。当年父皇迎母妃入宫，宋家的陪嫁从来不止珠玉锦绣，还有赤羽令，还有赤羽卫。世人只知赤羽令能号令前人，却不知宋家覆灭前，早把3万赤羽卫化整为零，埋进了定州。母妃临终叫我来定州，原来是为了寻人，陆野，还有赤羽卫。殿下在看这个？戴得这样贴身，想来很要紧。旁人碰不得。玉牌晶莹如月，果然。不过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，若是殿下想要，也不是不能给。本宫想要的，从来不会自己开口讨。野马倒是有点意思。
陆爷，你这人真是半点规矩都不讲。臣若真守规矩，哪敢这样靠近殿下？嘴倒是越来越会说了。不是臣会说，是殿下太会招人。殿下，说，楚先生顶着风雪来了，在外头候着呢。让他等着。是。殿下，楚先生高热3日3夜不退，方才昏过去了。备灯。是。只要臣成吗？将那陆爷遣走，可好？楚行之，这世间的好处岂能尽归你一人？当初是你自己求来的。你若不愿，往后就只做定州的楚先生，本宫依然会用你，也会敬你。是做掌中物，还是只做阶下臣？你自己选。臣明白了。殿下，文书已理清，军需也已核过，余下几桩旧案，臣今夜会一并批完。知道了。臣告退。这位楚大人倒是识相。识相？他如今不过是个称职的幕僚罢了。臣还以为这位楚大人从前在殿下面前不是这副样子。人总会学乖。乖，他不过是收了爪牙，扶着磨牙，等着时机一到，咬断另一头猎犬的喉咙。过2日，带赤羽卫随本宫出巡。是。停！停！殿下走！臣护着殿下，殿下先走。陆爷，这个时候，殿下就别同臣争了。护殿下出去。走。安平，孤倒真没想到，堂堂长公主也有今日。你不是最会算计人心、最会玩弄权势吗？不过今日定州易主，还得多亏了楚大人运筹帷幄。楚行之，本宫倒是小瞧你了。楚大人这一步棋，先借孤的手，除了陆野这条野狗，再借孤的兵拿下定州。原来你不只想咬死另一头猎犬，你还想翻身来做本宫的主人。殿下说笑了。哈哈哈哈！把长公主绑了。这个也一并处置了。至于你，殿下，把他交给臣。哦，臣替殿下拿下定州，长公主自然该由臣来处置。处置？楚大人如今好大的威风。好，孤便成全你。青苗，别以为你赢定了。殿下，该用药了。药苦，恨我也好，哪怕是恨，殿下的眼里也终于只是我一个人了。所以，你背叛了我。殿下，臣求过你，臣求的不过是只要臣一个，可殿下拒绝了。既然做臣子留不住你，那臣就只能毁了您的依仗，斩了您的翅膀。只有当您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您才能完完全全属于我。
楚行之，若不是本宫先把那3万赤羽税调走，你真以为你杀得了陆野？陆野那把刀太野，也太不听话，更何况他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，竟也敢动赤羽令的心思。本宫不能亲自动手，否则寒的是赤羽卫的心。所以，本宫借你的妒意，也借你这把刀，去除了陆野。只是本宫也没想到，这把刀竟被本宫磨得这样利，力道还没伤敌，先割了握刀的人。不过，鹿死谁手，还未可知。外头出了什么事？这不可能！怎么，前太子这就慌了？定州这种穷山恶水之地，哪来的这么多兵？你不明白也正常。当年宫变，你从京中逃出去，变成了我与景平心里一颗不得不拔的钉子。可你这个人太多疑，就算后来和楚行之搭上了线，也从不肯露面。夺定州那日，你也没来，所以陆野死后，本宫索性不动，任由楚行之软禁本宫。本宫在等你现身。你以为本宫被夺权、被囚禁、被折了翅膀？你以为楚行之替你把路铺得干干净净，所以你终于赶来收割定州这块肥肉？可你不知道，这个瓮早就替你摆好了。你踏进别院这一刻，就是你的死期。传信京城，不用再盯朝阳了。至此，旧债尽清。困了本宫和景平20多年的3个人，先帝死了，景喵也死了。往后，他不过是新帝养在深宅里的一件摆设，一身锦绣，一世囚笼。本宫倒真有些好奇。若朝阳知道这些年同他同榻共枕、极尽缠绵的男人，竟是个他最瞧不起、连名字都没有的卑贱暗卫，他那张高傲的脸会碎成什么样？会不会也像本宫当年那样，咬着牙，握着刀，把那些欺辱过自己的人一刀一刀剁个干净？该用药了，楚先生。楚行之，本宫终有一日是要回京的。景平幼时在冷宫中过毒，伤了根本。这万里江山，他坐不稳，也坐不久。所以本宫要你，却不能只要你。若你不愿，待你养好身子，本宫便放你走。殿下是要始乱终弃吗？殿下，那支箭射向你的时候，臣才知道，臣这一生怕的竟不是死，而是这世上才没有殿下。殿下若要回京，臣便为殿下前去；殿下若要夺权，臣便做殿下手里的刀。臣只求殿下别丢下臣。本宫原以为还要再磨些时日，不想这一剑倒替本宫省了许多功夫。
殿下，定州豪强名乐，臣已逐夜清理干净，该抄的抄，该杀的杀，余下的也都低了头。盐营已经重开，各路盐商不敢在思乡受受，屯田旧账也已补齐，荒地重新下种，今年开春，百姓可见粮了。至于军需亏空，臣已一笔笔核了回来。如今定州官场，再无人敢拿这几项当糊弄人的旧账。楚先生果然没让本宫失望。殿下，赤羽卫诸营已整编完毕，新兵旧部、甲械战马都已归置妥当。属下手中的人，如今只认殿下的令，只要殿下开口，赤羽卫随时可动。拿着。属下誓死效忠殿下。文有楚行之，武有赤羽卫，如此才像个定州。赤羽令、楚行之定州封地，如今都在本宫手里，只是不知本宫留在京城的那把刀，何时才肯出鞘？又何时才会把本宫最想要的东西送到本宫面前？不急，血都能融了又积，积了又融。殿下，京中密报。殿下，清平病重，备马回京。皇姐，我在。景明死后，我撤了朝阳府里的眼线，包括那个假扮楚行之的隐卫。我原以为朝阳会闹，可他没有，他不哭也不闹，反倒和那隐卫藕断丝连。2个月前，朝阳有了身孕，他想替腹中那个孩子博个前程，那隐卫就把刀递到了我的榻前。他得手了，皇姐，我在。我知道，不是姐弟。清平，景平6年，地崩，传位于长公主安平。参见新帝。景平，你这一生只出过1次鞘，倒把这万里江山给本宫送得干干净净。皇姐，别求他们。想要炭，想要药，你拿什么换？求姑姑给一筐炭1碗药。公主也会求人，药和炭都能给，可有些东西，银子可换不来。皇姐，我会活着。来日，等我登上高位，定叫那些欺辱你的人死无葬身之地。有本启奏。陛下，女子登基终归有违旧制，臣以为王大人既提旧制，不如先看看这个。臣失言。失言便改，朕不喜欢听第2次。陛下，既然京中旧臣多有撤走，不如提拔定州旧部入朝。他们从定州杀出来，知民生，懂政务。准。这句太硬，百姓读来只觉逼迫，改成休养生息。这句删了是恩典，免得朝臣借题发挥。该。楚大人，那这一道安抚世家的诏令该如何落？前半段给甜头，后半段留刀口，让他们觉得是赏，也让他们知道，若不识趣，随时会死。写吧。
几位大人若还有话，不妨去金殿上说。陛下给诸位体面，诸位总不好非逼着陛下收回去。景平临终前，旧臣禁军都交到了朕手里，内有禁军，外有赤羽，刀在朕手里，朱清的命自然也在朕手里。这江山之主的位置，朕既坐上了，就会坐得稳稳当当。你们若不服，那便憋着。楚大人，你眼角添皱纹了。所以，陛下是厌倦臣了？是因为那位新科状元郎，还是因为那个眉眼像极了景平弟弟的侍卫？楚行之，名分与权位，朕既许了你，便不会反悔。可恩宠与偏爱，不可奢求。若臣非要奢求呢？陛下，您还记得陆野吗？楚行之，你想说什么？陛下，那些人，有人忠于大齐皇室，有人忠于赤羽令，有人忠于点可悲的血脉。可臣不一样，臣不忠于江山，也不忠于名节。臣这一辈子只忠于您，忠于安平这个人。无论生死，无论荣辱，臣求的从来都只是留在您身边。所以，求陛下再疼疼臣。楚行之，你不怕朕杀了你？陛下若不要臣，比杀了臣还让臣难受。真是个疯子。臣若不疯，又怎么能在陛下这副铁石心肠里挣得这一寸立足之地？寝殿外的雪又下了起来，而我殿内这柄旧刀，终究还是在檀香将尽的余温里颤抖着，迎来了他的疼爱。